帕公主葬礼的肃穆气氛还没散，大皇宫里的惊声还没停，全泰国都沉浸在失去嫡长公主的悲痛里。远在美国的一位前王子就急着跳出来蹭热度了。这个人就是泰王的二儿子瓦查拉宋马哈和第二任妻子于瓦达生的孩子。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洋洋洒洒发了一篇悼文，一口一个嫡姐叫着帕公主，说得知噩耗，悲痛万分，还特意翻出2004年在美国和帕公主见面的旧照，说当年姐姐私下特意见了他们兄弟4个，一直把他们当亲弟弟看待，这份温暖他们记了20多年。话里话外全是念旧重情的人设，不知道的人看了还真以为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弟，感情有多深厚。可他这点小心思，泰国王室根本没惯着。就在他发文的第2天，王室官方直接放出一张泰英双语海报，当场打脸，半点情面都没留。海报上怎么写的？称呼他用的是 X Prince， 翻译过来就是废王子，明明白白告诉他，你早就不是王室成员了，半点头衔都没有。提到帕公主和他的关系，用的是 half sister， 同父异母的姐姐，直接戳破他嘴里亲姐弟的说法。最狠的是下面的人物简介，直接写着 A strange son of His Majesty King Vajiralongkorn of Thailand， 泰王马哈断绝关系的儿子。这话说的有多重？等于公开昭告天下，这个人不仅没有王室身份，连父子情分都早就断干净了。泰国王室发公告向来留3分体面，很少用这么直白的否定措辞，这次直接把断绝关系4个字摆上台面，摆明了就是嫌他跳得太烦，当众把他的脸打回去。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和帕公主和泰国王室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发了篇悼文吗？至于反应这么大？这话你得反过来想，他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发？真要悼念，私下寄托哀思不行吗？非要大张旗鼓发在公开平台，还特意强调嫡姐亲弟弟的身份，打的什么主意？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说白了，就是想借着帕公主去世的节点，再刷一波存在感，蹭着嫡长公主的热度，往自己身上贴王室标签，为以后回国争权铺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了。说起来，这4个被流放海外的王子，回国争储的心思从来就没死过。要把这事说透，咱们得倒回30多年前，从他母亲于瓦达讲起。当年马哈还是王储的时候，家里给他安排了一门政治联姻，娶了自己的表妹宋莎瓦丽，也就是帕公主的母亲。宋妃出身顶级豪门玉坤家族，是失利吉王太后的亲侄女，根正苗红，端庄得体。可马哈就是不喜欢，他向来随性惯了，哪里受得了这种强扭的政治婚姻。婚后没几个月，他就认识了当时只有15岁的于瓦达。于瓦达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她自己长得漂亮，嘴又甜，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哈的心。10几岁的小姑娘也没多想，就死心塌地跟在了王储身边，成了没名没分的情人。她心里很清楚，在泰国王室，母凭子贵是硬道理，女人能不能站稳脚跟，全看能不能生出儿子。宋妃就吃了这个亏，只生了帕公主一个女儿，哪怕家世再显赫，也拴不住马哈的心。于瓦达就不一样了，她特别能生，而且专生男孩。17岁那年，她生下了马哈的长子，之后几年一口气生了4个儿子1个女儿，手里攥着4个男孩，简直就是握着王牌。马哈本来就对原配不满，借着有儿子的由头，硬是和父母抗衡，最终和宋妃离了婚。1994年，他顶着全王室的反对，把于瓦达娶进了门，封了王储妃。那时候的于瓦达简直是人生赢家，从平民情人一跃成了王储妃，4个儿子都是王子，眼看着等马哈登基，自己就能当上王后，儿子里说不定还能出下一位国王。可谁也没想到，他的风光只维持了短短2年。1996年，于瓦达被爆出和60岁的空军元帅阿南德有染，这事传出来，马哈脸都绿了。他这辈子最要面子，最忍不了的就是背叛，更何况是自己明媒正娶的王储妃，给自己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东窗事发之后，
阿南德直接带着于瓦达和5个孩子连夜逃出了泰国，一路跑到英国，后来又定居美国。马哈雷霆震怒，直接下令剥夺了于瓦达和4个儿子所有的王室头衔、继承权和护照，等于把他们从王室族谱里彻底除名了。只有小女儿斯蕊范，因为当时高僧说她是护国神兽，能保王室气运，才被马哈接回了泰国，留在宫里长大。这么多年过去，于瓦达和阿南德一直生活在美国，4个儿子也都在美国长大读书，个个都拿到了高学历，当律师的、当医生的，混得都不差。可他们心里从来没放下过王子的身份，更没放下过回国争权的念头。其实早年他们不是没机会回来，提邦公还没出生的时候，马哈出访美国，4个儿子通过大使馆求见了他，当面表达了想要回国的想法。那时候马哈身边确实没儿子，松口同意了他们回来，可他们偏不，说舍不得和母亲分开，要回就得带着母亲于瓦达一起回。这话摆明了就是讨价还价，想逼马哈原谅于瓦达，一家人整整齐齐回来。可他们忘了，马哈最恨的就是被人要挟，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于瓦达的背叛。就这一下，他们错过了唯一的回国机会。等到希拉米生下提邦公，马哈有了名正言顺的小儿子，这4个流亡在外的儿子就更没价值了。之后的20多年里，他们几乎和泰国王室断了联系，马哈对他们不闻不问，就当没生过这几个孩子。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22年底，帕公主在军犬训练场上突发心脏病晕倒，之后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醒过来。这事不光震动了全泰国，也让远在美国的4个王子看到了希望。大家都知道，帕公主本来是泰王最器重的孩子，也是默认的辅政人选。她能力强，口碑好，有军方和玉坤家族支持。本来的规划就是等提邦公长大，有姐姐在旁边保驾护航，姐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稳稳接住王权。可帕公主这一倒，等于王室的顶梁柱塌了一半，继承格局瞬间就乱了。提邦公那时候才10几岁，心智还没成熟，常年在德国读书，处理政务的经验几乎为零，外界对他的质疑声从来没停过。斯蕊范公主又一心扑在时尚圈和马术上，对权力没什么兴趣。王室内部一下子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候，瓦查拉宋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2023年，也就是帕公主病倒半年后，二王子瓦查拉宋时隔27年，第一次踏上了泰国的土地。他这一趟回来，姿态摆得特别足，先是去拜见了僧王，又跑了好几个寺庙布施捐款，接着去偏远地区做慈善，捐物资，摆出一副亲民爱民的王子模样。别说，还真有不少民众买账，毕竟是国王的亲儿子，流着王室的血，很多人看到他都自发行礼，对他特别热情，就像对待真正的王子一样。更耐人寻味的是泰王的态度，对于二王子的高调回国，王室全程沉默，既不承认，也不阻止，就像没看见一样。瓦查拉宋一看父亲没反对，胆子就更大了。他觉得父亲这是默认了，是年纪大了心软，打算认回自己了。时隔4个月，他第2次回到泰国，这一次他直接去办了泰国身份证，还拿到了正式护照。按理说，他这种被剥夺身份的人，想重新拿到泰国国籍和护照，没有王室点头是根本不可能的。顺利拿到证件的瓦查拉宋更笃定了自己的判断，父亲是想重用自己了。从那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待得久。后来他干脆带上了大王子、3王子一起回来，兄弟几个分头行动，有的跑慈善，有的混社交圈，疯狂积攒人脉和民意支持。今年5月，瓦查拉宋还特意选了一座古寺，以给父母祈福的名义，短暂剃度出家，在泰国常住了下来。3王子更低调，直接在泰国定居，还时不时对着泰王和提邦公的画像跪拜，摆出一副恭顺的样子。那阵子外界都在传，说泰王这是打算把海外的儿子召回来，辅佐提邦公王子。毕竟提邦公太年轻，有几个哥哥帮衬着，总能稳一点。还有人说，
瓦查拉宋能力这么强，说不定以后会取代提邦公，成为新的王储。瓦查拉宋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打心底里觉得提邦公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除了出身好，哪点都比不上自己。父亲允许他们回国，肯定是看中了他们的能力，打算重新考量继承人。他越想越膨胀，行事也越来越没分寸，甚至开始主动往王室核心圈子里凑。可能是太急于得到正式承认，太想名正言顺回到王室，他干了一件彻底踩了红线的事。6月5号那天深夜，他居然直接闯到了泰王的住处，要求面见国王。守卫当然不可能放他进去，双方当场就发生了冲突。这是说小可小，说大可大。往轻了说，是走错路，求见父亲心切；往重了说，深夜硬闯国王居所，那就是意图不轨，甚至可以扣上行刺的帽子。瓦查拉宋大概是觉得，父亲都默许自己回来这么久了，见一面也没什么，根本没当回事，之后该干嘛干嘛，丝毫没察觉到大祸临头。他忘了，泰王能在王位上坐这么多年，从来都不是只会吃喝玩乐的昏君。表面上看着随性荒唐，可论起权术和城府，10个瓦查拉宋加起来都不是对手。从他第一次回国开始，泰王的沉默就不是心软，而是欲擒故纵。这是一场足足布了2年的局，你们不是想回来吗？不是想争权吗？那就让你们回来，让你们尽情表演，等你们放松警惕，露出马脚，再一网打尽，永绝后患。泰王忍了2年，等的就是这个送上门的把柄。6月23号凌晨，5辆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越野车风驰电掣开到了瓦查拉宋出家的那座古寺。一群穿着黑色作战服、胳膊上带着王室安全局臂章的特种部队成员，迅速控制了整座寺院，直接关掉了所有监控。正在修行的瓦查拉宋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就被当场逮捕。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寺里的人都没反应过来，人就已经被带走了。给他定的罪名，样样都是重罪，滥用王室名义牟利、欺诈、预谋杀人未遂，随便哪一条坐实了，都够他喝一壶的。因为他还持有美国国籍，美国方面出面要求接管。第2天凌晨，他就被直接押送到机场，交给了美国 FBI 特工带走，彻底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再踏入泰国一步。2王子刚被抓，定居在泰国的3王子也紧跟着被驱逐出境，连收拾东西的时间都没给多少。紧接着，王室官方放出了那张经典海报，上面印着于瓦达4个儿子的照片，下面配着一行泰文一行英文，翻译过来就8个字：王室叛逆，走到尽头。这顶帽子一扣，等于彻底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从此以后，他们不仅不是王子，还是王室的叛逆者，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泰国权力中心，连回国的门都彻底焊死了。与此同时，泰王还做了2个配套动作，一是把提邦公王子的安保等级直接升到了最高，二是紧急把施妮娜贵妃调到了提邦公身边，所有要见王子的访客都必须经过施妮娜审批才能见面，摆明了就是要护住自己的小儿子，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一套组合全打下来，干净利落，釜底抽薪。海外4子折腾了好几年的回国梦，就这么被泰王轻描淡写捏碎了。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之前所谓的默许、纵容，全都是泰王放的烟雾弹。他就是要让这几个儿子先膨胀，先把野心露出来，等他们攒够了民怨，留下了实锤，再出手收拾，既占了道理，又能永绝后患，还顺便测试了一下民心向背，看看民众对海外王子的接受度到底有多高。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泰王看着平时不务正业，常年住在德国度假，可真涉及到王权继承的核心问题，手段雷霆，半点不拖泥带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4个儿子恨他，恨他当年驱逐他们，恨他不认他们，真让他们回来，别说辅佐提邦公，不把王室掀个底朝天才怪。与其留着后患，不如一次性解决干净，给小儿子扫平所有障碍。说穿了，于瓦达当年的背叛是马哈心里一辈子的刺，哪怕过去快30年了，他也从来没原谅过他。
连带着这4个儿子也一起被钉在了耻辱的标签上。当年于瓦达出逃的时候，以为把4个儿子都带走，就是握住了筹码，觉得马哈没了继承人，迟早会求着他们回来。可他低估了马哈的狠心，也高估了自己和儿子们的分量。对马哈来说，儿子可以再生，王权的威严和自己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当年提邦公没出生的时候，他都没松口让于瓦达回来。现在提邦公已经长大，名分已定，他就更不可能让这几个带着背叛烙印的儿子回来分走小儿子的权利。说回这次怕公主去世，瓦查拉宋又跳出来喊嫡姐，本质上就是不甘心。被彻底驱逐之后，他在泰国的人脉和名声都碎得差不多了，只能借着怕公主的葬礼打一打亲情牌，试图挽回一点形象，看看能不能还有转机。可泰王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一张海报直接把他打回原形，告诉他想借着怕公主的名头蹭热度、攀关系，门都没有。其实平心而论，怕公主当年在美国见他们兄弟4个，更多的是出于长姐的风度和教养。她的母亲宋妃就是因为于瓦达的插足才婚姻破裂，守了一辈子活寡。按说怕公主恨他们都来不及，可她没有。见面的时候，她依旧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关照他们的生活，这是她的胸襟，也是她的体面。但客气不等于亲近，关照不等于认可姐弟名分。瓦查拉宋非要把这份礼貌包装成姐弟情深，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有点自作多情了。这也是怕公主让人佩服的地方，她一辈子恪守规矩，顾全大局，哪怕是对仇人的孩子，也能保持基本的体面和善意。也正因为这样，她走了之后，全泰国都真心实意为她悲伤。思蕊范会说姐姐是我背后的风，提邦公会失去主心骨一样崩溃，连常年隐居的朱拉蓬公主都要坐着轮椅硬撑着来送她最后一程。她的嫡长公主身份从来不是靠喊出来的，是靠她几十年的勤恳、担当和人品一点点挣来的。这也是瓦查拉宋永远比不了的。他拼了命想蹭嫡字的光，可真正的嫡出风骨，他学一辈子也学不会。现在再看这场闹剧，其实挺唏嘘的。4个流亡海外的王子，空有王子的血脉，却没有王子的命。母亲的过错，要他们用一辈子来偿还对权力的野心，最终把他们推得离王室越来越远。他们总觉得是提邦公抢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位置，可他们忘了，从于瓦达选择背叛的那天起，从他们被剥夺头衔的那天起，他们就已经和泰国王室没有任何关系了。泰王这一招釜底抽薪，看似心狠，实则是最稳妥的做法。王权面前，从来容不得半分含糊，也容不下半分隐患。他可以纵容后宫争宠，可以任由嫔妃们争风吃醋，可一旦涉及到继承大统，他从来都清醒得很。提邦公是他认定的继承人，是名正言顺的王储，谁想动这个位置，谁就得付出代价。只是话说回来，障碍好清，前路难走。怕公主走了，最能辅佐提邦公的人不在了。海外4子虽然被赶走了，可王室内部的权力平衡、军方和贵族的态度、玉坤家族的立场，全都是未知数。提邦公这一路注定不会好走。他从小被怕公主护着长大，姐姐就是他的靠山。现在靠山没了，他必须自己学着长大，学着扛起王室的责任。就像夷陵那天，他靠在思蕊范肩头掉眼泪，可擦干眼泪之后，他还是要站到前面去，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远在海外的王子们，折腾了半辈子，最终还是一场空。与其总想着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不如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有些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再怎么回头也回不到原点了。